别看德国扩张军备的姿态越来越高调，又是放狠话宣称要打造欧洲最强的军队，又是将国防开支提升至本国 GDP 的5%，但他现在要核武没核武，要航母没航母，军事发展被限制得死死的。就连常备现役总兵力都只有18万多，单放在欧洲都排不进前5，甚至还比不过曾被自己按着头打的传统战五渣法国跟波兰，更别提这几年军队的战备率不增反降了。被爆出1/4的新兵入伍不到6个月就跑路，留下来的也好不到哪儿去。德国军队内部有40%的人都体重超标，个个都吃得膀大腰圆，战斗力咋样不好说，但肚子里一定有酒。此外还闹出过拿扫帚当机枪发射导弹，结果把自家军舰烧焦的笑料，气得德国前国防部长古腾贝克直摇头，简直就是政府领导下的一滩狗屎。那么问题来了，昔日的虎狼之师是如何演变成如今的联邦肥宅的呢？二战时期，德国军队曾如猛兽一般横扫欧陆，创下了闪击波兰、速通法国等 MVP 战绩，让一些欧洲小国一度焦虑的睡不着觉。然而时过境迁，如今的德国军队早已褪去了血液中的兽性，仿若变成了一只好吃懒做的大橘猫，还是被阉割之后的那种。正如日本社会有着昭和男儿平成废柴的调侃，德国军队也不遑多让，直接从当年的钢铁雄狮干到了如今的联邦肥宅，在提升机能和体能之间选择了提升体重。这俩昔日的轴心国哥们儿恐怕没想到，时隔多年，他们居然在自嘲这块找到了共同话题。现在的德国军队有多离谱，就拿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奉献、特别能战斗这条军队纪律来说，德国士兵们大概率只做到了前4个字：特别能吃哦，还有特别能喝。据2008年德国军队的一项调查显示，40%的德军士兵超重，1/10的德军士兵属于医学意义上的肥胖，远远大于同年龄段平民的超重比例，还有1/3的士兵承认他们从不锻炼。更要命的是，很多都还有严重的酗酒问题。仅2016年1年驻阿富汗的3500多名德军就喝掉了100多万升啤酒，还没事就整什么通宵之夜、狂欢聚会，甚至在总部花园里设了一个酒吧，里面免税啤酒和葡萄酒应有尽有。在处理一些紧急情况时，北约驻阿富汗部队司令更是震惊地发现，许多下属要么醉成烂泥，要么余醉未醒，根本就找不到完全清醒的下属。隔壁的驻阿美军军官来德军营地串门时，也直接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只见半个连队的德国士兵脸红得跟猴屁股一样，手里捧着酒杯，3、5成群聚在一起胡言乱语，谈天论地，不知道的还以为误入了什么军迷线下聚会。这名美军军官不由得感慨，整个军营里没有负责人，更没有英雄，唯有的就是酒精。某些外国士兵还目击到更让人无语的场面，明明是用来运送弹药的卡车，德国兵们从上面搬下来的却是一箱箱香肠、葡萄酒，连颗子弹的空壳都见不到。因为库存太多，到2021年北约成员国军队撤离阿富汗时，还不忘通过民间承包商把没喝完的2.25万升啤酒从阿富汗空运回国，比他们自己撤离阿富汗的时间都要早。良好的伙食算不上高的训练强度，导致德国军队里面出现不少大胃袋，遮住国旗国徽。如何辨别德军部队？很简单，一眼望过去，里面胖子最多的那个就是2017年德国斯图加特报披露，德国在阿德驻军已经成为了友军眼中的酒囊饭袋。文中披露，18至29岁年龄段的德军士兵中有40%体重严重超标，肥胖率远远超越德国平民。肥胖频发，训练不足，德军的整体素质不免要被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2017年7月30号，据德国《世界报》报道称，7月19号，一名德国国防军候补军官在德国下萨克森州蒙斯特附近地区进行常规的徒步行军训练时，行军3公里后突然失去意识，昏倒在地，随即被送往医院。然而在医院待了10天后，这名军官还是没能挺过来，一命呜呼了。27度的气温，轻装上阵3公里，就这都能活活训死一名士兵。曼施坦因将军听完恐怕都得嘎巴一下气活过来。正所谓好马配好鞍，德军的人员配置都已经这么优秀了，自然也少不了旗鼓相当的武器装备吧？答案是肯定的，德军的装备确实很拿得出手。自从德国加入北约后，其麾下的联邦国防军便成为了防卫中欧的主力。但北约对在军事上接近摆烂状态的德国相当不满。每次军演结束后，德国装甲师那边总得有10几辆 Puma 装甲车出现故障，无法使用。可即便如此，这些装甲部队仍然将被部署到北约的联合部队之中，这自然给北约气得够呛，多次敦促德国方面注意一点，好好履行对北约的职责。对此，时任德国国防部长埃伯哈德·佐恩在推特上回应：“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确保彪马装甲车再次准备就绪。”还表示，联邦国防军正在就这个问题与国防工业专家联系。结果，德国方面给出的回应是向北约快速反应部队部署更多的旧装甲车。这不是德国第一次在北约闹笑话了，以前的德国军队玩的比这更抽象。
2014年9月，北约快速反应部队在挪威举行联合军演，结果德国第371装甲掷弹兵营因为装备不足，竟然在扫把上涂满黑漆，然后将其固定在全狮犬装甲车上冒充机枪。也就是说，现场大概140辆德军全狮犬大都是头顶神秘黑色机枪参加军演的，严谨，太严谨了。也不知道北约盟友们知道后心里作何感想？这给我干哪了？魁地奇大赛吗？德国陆军装甲师团都这么抽象，海军自然也不遑多让，甚至当场表演了一波导弹炸自己。2018年6月21号，德国的萨克森级导弹护卫舰 F219在训练中遭遇重大事故，一枚垂发导弹在甲板上意外爆炸，现场顿时火光冲天。该事故导致2名德国士兵受伤，舰船甲板和舰桥被大火严重烧毁，所幸导弹的弹头部分并未殉爆，否则整个舰船都得跟着一块遭殃。更搞笑的还在后面，该护卫舰遭遇事故后，德军并没有第一时间选择全面维修，而是用舰徽掩盖故障部位。既然看上去并无大碍，那大家就当无事发生。直到事故发生5年后，萨克森级导弹护卫舰的维修零件才凑整齐。看到这，可能有人要问了，德国军队频频闹出来大笑话，是因为兜里没钱装备吗？那倒也不是，德国的军费常年在全球范围内排名前列，比如在2017年其国防开支约为40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8。2024年这个数据更是来到了885亿美元，位列全球第4。但花的钱多，并不代表军队的战斗力就高。从上面提到的种种招笑事迹中，不难看出，德国的军费恐怕只有很少一部分花在了刀刃上。所以，德国军队为何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二战后，作为战败国的德国被解除了武装，整个欧洲的防务都交给了美军，德军不再被允许，也不再需要保持强大的武力。作为2次世界大战的挑起人，德国也知道自己身份特殊，不可能再走武力致富的老路子，于是便干脆两手一摊，什么坦克、飞机、导弹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还不如埋头闷声搞工业。尽管在加入北约后，美国曾出于增强北约整体实力的考量，多次要求德国适当提高军费预算，但德国不吃这一套，阳奉阴违，表面附和，实际上仍闷声搞经济。一直到俄乌冲突爆发，德国政府才大幅度增加军费，并适当扩大军队规模。但他们很快又遇到了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经济发展起来了，加上承平日久，民众们都不愿意当兵了。比如在2022年，德联拒绝服役的人数就比上一年增加了近4倍，新兵的退兵率也是直线攀升，生怕自己真有一天上战场。而早在2011年，德国联邦政府就废除了义务兵役制，全面转向志愿兵制。哪曾想10几年过去，居然面临了兵源短缺的问题。为了扩大兵源，德国只能高价招募志愿兵入伍，等于是给大伙提供了个就业机会。而这恰恰又埋下了隐患，来参军的人往往是为了图一份安定的工作，一旦后续训练稍微严格一点，享受着良好社会福利的德国年轻人就会直接告辞，脱下军装回归社会。因此，当代德军被形容为武装公务员，每周限制工作41小时，严格遵循朝9晚5的作息，周末需支付加班费才愿工作。比如在2016年4月，在挪威参加为期4周的北约军事演习的德国士兵，才待了12天就离开了，理由是已经超过了规定的加班时间上限，接下来全员进入强制休假，一整个就是养尊处优，膀大腰圆，绝不多加班。可想而知，在这种军队氛围中，德国士兵的整体素质会是什么档次？据德国国防部2019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当年招募兵员素质相当一般，被国防部评估为差强人意。伴随而来的还有高达25%的新兵流失率，平均每4人中就有1人在6个月内退伍。照这个趋势看，德国2031年扩军至20.3万人的目标恐怕是实现不了了。此外，德国军队种种尖锐的内部问题也是削弱战斗力的重要原因。目前德国联邦国防军的现役总兵力约18.2万左右，另有几万人的预备役，看上去在整个欧洲都排得上号，能跟英法等老牌劲旅掰掰腕子，实则并非如此。事实上，德国现役陆军仅约6.3万人，不仅远低于法国的10多万，也干不过英国的7.4万。在现代国防体系中，陆军是传统且至关重要的军事力量构成，而德国明明拥有18万多的现役兵力，陆军数量却如此寒碜，那其他人都干啥去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德军内的后勤文员比陆军战兵的数量还要多，有高达8万多人，堪称欧陆之最。这也造就了德国军队的官僚体制极其臃肿。这些后勤文员还挺把自己的工作当回事儿，不仅一份活儿搬成几个人来做，还从不轻易划水。他们美其名曰促进军队制度建设，实则只是忙于搞一些可有可无的荒谬规章。比如部队射击场上沙子的颗粒度，这些文员们都能大书特书，搞出个具体规定，甚至为了防止女性机组人员遭受羊水损伤，还揪着德军步兵装甲车的内部构造问题不放，举手投足间尽显人文关怀。
文官集团的臃肿势必会挤压作战资源，拖慢军队节奏，从而削弱军队的战斗力。毕竟上一个把文官集团当成宝的，已经被猿人的铁蹄踏得无影无踪了。西方人突然发现，似乎中国人对世界大战的理解与他们不一样。每一次的战争都曾改变局势的发展。战争作为政治的延续，承担着决定重新分配利益主导权的作用。战争的双方往往是代表了两个利益团体的剧烈碰撞。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战争的背后都是国家力量的不断转变。在人类的历史上，迄今为止已经发生了2场世界大战，深刻地改变了历史的进程。而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将2次世界大战视为世界格局的重新洗牌。2次世界大战之中，多国剧烈冲突，导致了人口的大量损伤，人类文明遭受前所未有的浩劫。但是随着近年来西方人的研究不断深入，他们发现中西方对于曾经深刻改变世界的世界大战的认识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对于西方而言，世界大战的爆发无非就是世界主导权的重新洗牌。在西方世界中，有着一个共同的精神主体——基督教，在所谓上帝的光环下，都可以算上帝的子民。在有着共同精神文明内核的前提下，不同国家之间都将彼此视为自己人。无论战争发生到何种境地，总是有重归于好的那一天。特别是在新教的影响下产生的对资本的无限追求，成为了世界利益不断划分的精神动力。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某种侧面可以看作是亲戚间的战斗。当时欧洲的主体国家元首中，英国、德国、俄国等国家元首之间存在着血缘的纽带，几方的领袖都有着共同的先祖。从这种关系上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家庭纠纷，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国对于一战后强制剥削的报复。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极大的人员伤亡，导致了英法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发展困境。兼之世界经济危机爆发，英法恨不得榨干德国人的骨髓，以满足自身的国家秩序。所以德国再次发动战争，很大的程度是源于对英法的仇恨。但是追究其本质，世界大战的爆发是因为国家间利益分配的不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因为德国是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在之前丧失了对于全球殖民地的划分，而德国工业的发展使得德国觊觎英国庞大殖民地带来的低价原料和庞大市场，所以欧洲新旧势力的王者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针对重新瓜分世界的冲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轴心国集团就是试图在欧洲和亚洲建立起以自己为核心的政治经济联合体。德国在战胜法国之后，在实现国家复仇后，并没有吞并法国，反而试图拉拢维希法国加入轴心国集体。日本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就是在建立以日本为绝对领导的亚洲统一体，而建立联合体的核心目的就是实现内部的经济发展。所以本质上西方人眼中的世界大战就是权益的重新分配，而在共同的基督教文化下，各国之间对于战争造成的对立并不敏感。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德国深刻反思战争之后，依然能够被西方接纳，同时成为欧盟建立的主导国家。中国眼中的战争，民族救亡图存。对于中国而言，世界大战就是列强试图重新分配在华利益的过程。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核心主题就是救亡与图存。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国家。清代的闭关锁国造成了中国的长期落后，这也给列强侵略中国带来了便利。在列强的轮番侵略下，中国成为了他们的商品倾销地。事实上，中国也曾试图利用世界大战来改变自己的地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政府就曾争论是否要派遣军队参与欧洲战场，最终的决定是派遣劳工。但是在中国劳工付出了巨大的汗水和牺牲后，在巴黎和会上，列强撕毁了战时的协议，将中国的利益重新瓜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中规定了中美双方开放市场和港口。当时的中国是完全没有能力进入美国市场，这个所谓的双方开放，实质上就是中国对美国完全敞开大门，这就是实质上的帝国主义。在西方人的眼中，中国没有强烈参与到世界大战中，自然也就没有权利参与利益分配。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劳工冒着炮火，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保证了英法两国的物资供应和工事修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战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牵制了日本大量兵力，使得日本不得不延长战线。中国对世界大战的胜利付出不可忽视，而西方的认知更多是源于精神和文化的偏见。对于西方而言，中国在信仰上始终是外人，西方信仰的基督教文化在中国并不被接纳。
对于那时的中国人而言，基督教中宣传的原罪教义，对于信奉清白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所以说，西方人眼中世界大战只是基督教国家内部的纷争，而对于中国来说，世界大战就是灭族亡种的斗争。中国人和西方人对世界大战的差异所在，帝国与国家治理观念的不同定义，中西方对于世界大战的不同认知，原因是多样的。而在其中，中西方对于帝国不同的认知与国家治理的不同理念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在西方的语境下，帝国是一种核心模式，比如罗马帝国，核心地区就是生活在罗马的人民。对于帝国而言，维护的只有核心群体的利益，而帝国的边缘地区和外部都是可以用来剥削和牺牲的。在这种观念下，再去看世界大战，西方人眼中除了本土外，殖民地的一切都是消耗品，为了维护帝国核心利益存在，就应该做出牺牲。这种意识形态也延续到了现在。美国不断的提高日韩缴纳的驻军费用，就是牺牲边缘地区的一种行为。中国则是全然不同。中国的观点下，帝国一旦形成，就需要平等的对待所有的成员。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处于统治核心区的中原会源源不断地向边缘地区输血，无论是军事力量还是生产工具，这也促进了中国边缘地区的开发。这种态度也延续至今，主导着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进程。所以，中西方的文化中存在着合作共赢与赢家通吃的本质差异，这也是中西方在处理国际问题上所折射出的不同举措。世界变局已经开始，中国在未来需要利用好这种差异，我们不能再低头做事，更要做好宣传，将这种中西差异更多地展示在世界舞台，吸引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